5080HE 經歷了近半年的等待，終於是讓我們給等到啦。那麼相較於自家穩紮穩打的60HE，這次80HE 不管是布局、造型，甚至是規格，都做了不小的改變。而網民們對於這次設計上的創新反應是有褒有貶啊。眾籌前，霧庭官方也非常積極的聽取網絡上的意見，並持續優化設計方案，最終也順利定了案，把80HE 給它做出來了。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80HE 的規格特色、使用體驗，以及配合80HE 而推出的最新版 Utility V5。就讓我們歡迎霧庭的最新力作霧庭80HE。那老樣子，先上個開箱環節吧。那這次拿到的是新合金外殼的版本，因此多了一個鍵盤包。那內容物有說明書、備用螺絲、增補件、不太好用的拔鍵拔軸器、4顆備用軸、不同角度的矽膠腳撐、C2C 的 USB 編織線和80HE 鍵盤本體，還有明信片。再來是鍵盤本體 ，80HE 這次採用的是有一點特別的布局，長度比75%長，又比 TKL 短。外殼分為上蓋跟底殼兩個部分，它們之間是透過螺絲來固定，而背面的腳撐是可以隨意拆卸替換的。那外殼材質前面提過是鋅合金，而鋅合金在密度上是鋁的2到3倍，所以整把鍵盤的重量是來到了 1.9 公斤。白色鋅合金的上色方式是烤漆，但並不是汽車鈑金那種光滑的處理。那摸起來雖然平滑，但不是非常細緻的觸感。而且不幸的是，我這把上蓋內側有2個烤漆常見的凸點，但整體外觀是 OK 的，並沒有看到其他的瑕疵。那黑色它的表面上色是電鍍加上噴砂，所以觸感會比一般的烤漆來得細緻。那外殼款式除了鋅合金以外，也有再生回收的 ABS 外殼可選。再來是內膽，鍵帽用的是2色成型的透光 PBT， 它的高度是 OEM， 表面紋理偏粗，內部細節處理得不錯。那想要Cherry原廠高，就得選不透光的熱升華 PBT。那軸體這次換上了 Laker L60 V2， 那據官方所說 ，V2 會有更少的晃動、更好的聲音以及更多的潤滑。那定位板的材質是 PC， 能夠帶來更厚實的打字音。再來固定結構為矽膠墊 Gas， 那它是一片矽膠夾在定位板和 PCB 中間，外圍再延伸小片的矽膠長條 Gas 來當做整個內膽的支撐。但矽膠捏起來還是挺硬的所以能帶給內膽的形變量其實並不多。那打感還是跟軟彈2個字沾不上邊但正手感會比 Tremont 的60HE 好上不少。那最後是 PCB 80HE 的回報率一般為1000赫茲，而它可以透過軟體設定為8K 赫茲，讓延遲降到了 0.125 ms。那燈光為上燈位全鍵 RGB，Type-C 孔一樣在左前方的位置，而方向鍵上方多了一條可控的燈條，它可以透過軟體來自定效果。底殼上還有一張鍵線分離的小板和 EPDM 材質的底面。那以上就是 80HE 的規格。那雖然它不是主打聲音好聽的客製化鍵盤但我們還是來聽聽看它的聲音表現吧。L45、L60 兩者 V2 的聲音，我覺得和 V1 的差距並不算大，一樣呈現較空洞的聲音。那軸心穩定度相較於 V1 其實也好沒多少手指放上去還是晃呀晃的。那 80HE 讓我覺得不錯的地方是按鍵聲變安靜了，不會像預設 60HE 那樣鋼釘加上塑膠殼敲起來很吵。但 80HE 要跟一般的客製化鍵盤相比，還是有不小的差距。或許未來第三方出了改裝套件，能夠讓它的聲音表現再更好一點吧。好了，80HE 的硬體部分我們聊得差不多了，接下來聊聊最新版的 Utility V5 吧。那目前 Utility V5 還是測試版不過整體除了翻譯不齊以外，不然完全看不出是測試版。那由於 80HE 無法向下相容 V4 的 Utility， 因此在使用 V4 版本時就會跳通知說 80HE 無法使用。那我們就按下黃色方框的前往，就能夠跳轉到 Utility 的 V5 頁面。那此時可能會跳出一些測試版本的韌體更新。那 YC 我這邊更新之後，目前沒有遇到其他問題。那如果你是之後的 80HE 用戶，可以斟酌更新一下。
那更新完後就可以順利進入到 Utility 的主頁面了。那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出 V5 整體 UI 跟 V4 其實還蠻接近的，但 V5 把功能分頁統一整合到左手邊的位置。除了分頁 UI 的更新，這次 V5 最大的改動就是新增了即時的鍵程顯示，讓你可以找出最適合自己的觸發鍵程。那 YC 我這邊透過軟體的顯示呢，測到 80H1 可以讀到的最低數值為 0.08mm， 那 L45、L60 和 Raptor H1 都可以讀到一樣的數值。另外 YC 這邊打個岔，關於 Wooting 的軸體校正呢，大家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進行驗證。原先這個鍵位放的是 L45 V2， 當我不拔線直接換上 Raptor H1 的時候，大家可以看到初始鍵程是卡在 0.11mm 左右的，而當我拔線重接，卡住的鍵程就自動歸零了，那觸底也是正常的 4mm， 所以建議大家在換軸的時候盡量拔線再換，才不會有觸發失靈的問題。再來 V5 針對 80H1 的 LED 燈也有專門的自定頁面，而最酷的是燈效竟然可以跟軟體顯示完全同步哈，這一點真的有讓我驚豔到啊，真不愧是 Wooting。那麼最後關於 80H1 的 8K 回報率要如何開啟呢？那這個設定它藏在設定分頁裡面的鍵盤設定裡面，在 Polling Rate 這邊選擇8000赫茲就可以直接開啟 8K 赫茲的回報率了，是不是非常簡單啊？那麼 60H1 的用戶能不能使用 V5 的 Utility 呢？答案是可以，而且 V5 的新功能都有支援，還有 V4 就有的進階鍵，像是 Rapid Snappy 和 SOCD 等功能都有保留下來。如果有 60H1 的用戶想用用看的話，我會把鏈接放在底下的資訊欄，大家就自行嘗試吧。那以上就是 Utility V5 的一些重點特色，那接着來聊聊 80H1 2週下來的使用體驗吧。首先，此週再來的優勢像是急停、快速觸發，在競技遊戲上肯定是非常有感，我們這邊就不多提了。而我比較想聊的是日常的使用情境。那 80H1 的布局讓它不再是專攻遊戲的一把鍵盤，多了方向鍵和方選列，在日常文書操作時可以更加的便捷。另外，這顆 F13的預設功能就是切換設定檔，打字的時候如果不需要快速觸發，就可以一鍵切換成一般觸發的 Typing 檔，打字的體驗會好上那麼一丟丟。雖然這把鍵盤的長度比一般 TKL 短，但實際上它的差距也只有1公分左右。從一般 TKL 或 FRL 轉過來，基本上不會有陣痛期。然後少的功能鍵像是 Home 或是 End 都被整合在了方選層的方向鍵上，這可能是剛用 80H1 唯一要習慣的地方吧。另外，我覺得 Wooting 最後把 80H1 的方向鍵右移的方案是正確的。這樣的方向鍵用起來是有獨立的感覺，如果不移的話，上方向鍵和右 Shift 誤觸率感覺是真的會蠻高的。綜合以上兩點，讓我覺得 80H1 是在遊戲和日常使用之間達到均衡的一把鍵盤，要性能有性能，要實用有實用，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聲音和手感吧。就是價格跟購買建議，那 Wooting 80H1 的售價根據款式的不同，分別為6500、9500和5000，再加上進口稅，也是一個不便宜的價格啊。那如果你看完前面的內容，已經下定決心要衝一波的話，那 YC 我最推薦的是6500的 ABS 外殼，原因是 CP 值最高。那馬九版因為和 ABS 版的價差不算大，台幣1100，我覺得拿去換90顆磁軸和一組2色 PPT 鍵帽還是挺划算的。至於新合金版本，我覺得就目前的表面處理來說，賣到台幣9500實在是有一點貴。雖說多了個鍵盤包，但 80H1 這個近2公斤的重量也不太適合帶出門。要外出的話，60H1 絕對是首選。所以新合金版本，我個人認為，如果價格落在台幣8000元附近，會比較激起我想購買的慾望。而60H1 和 80H1 價差只差了台幣700元吶。那如果你是新手想購買第一把磁軸鍵盤的話，我個人會比較推薦 80H1。第一，布局轉換振動期會比較短，那60H1 光是沒方向鍵就勸退不少人吶，而 80H1 只少了3個功能鍵，使用起來其實跟一般 TKL 有90%像啊。那再來 80H1 有 8K 赫茲的回報率，雖然在使用上體感可能完全沒差，甚至是用不到，但對我來說 8K 赫茲的回報率就像 CPU 的內顯一樣，雖然平常用不到，但跟有內顯的 CPU 價差就差那麼一點點。不捏一下荷包，然後直上嗎？
那以上純屬個人的想法，60H1、80H1我都覺得他們是好鍵盤，就根據自己的需求和預算來決定你的第一把物品吧。以上就是 80H1 的簡易評測，這次非常感謝我們的頻道會員借出了這把熱騰騰的 80H1 來讓我拍攝和體驗。那往後如果有想看什麼有趣的產品評測，或是對這把 80H1 有什麼問題的話，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我都會盡快回復。那影片內容就差不多到這邊，感謝你的收看，我是 YC，我們下次見，拜拜。